Hello，大家好。之前的视频我们讲了这个三重超级趋势交易策略，原作者手动回测9个月的时间，收益40%。这里是我们把策略量化之后没做参数优化，回测12年的收益曲线。如果做一些简单的优化，这个曲线一定会更好。策略具体的做单逻辑，我在前面视频已经详细的讲过了，包括详细的回测结果。总体来说，看这个策略的绩效还是可以值得我们研究一下的。那么今天我就把我实现这个策略的全过程演示一遍，我会逐行代码的讲解这个策略的具体实现。感兴趣的同学，你也可以跟着视频一起把这个策略写一下。这些是我们上节视频实现的内容。今天我们继续三重超级趋势源码实现的第2章。那我们还是老规矩，需要我们一个 isNewBar 函数。这个 newbar 函数我们其实已经写过很多遍了啊，它主要目的就是检查是否有新的 K 线。函数接收3个参数，第一个 symbol 就是我们的货币对名称，然后 time frame 是时间级别，最后这个 bus total 主要用来存储总的 K 线数量。首先它使用内置函数 ibus 来获取给定的这个我们要查找的当前这个货币对和时间周期的总的 K 线数量，然后把它存储在这个 bus 变量中。检查它和我们传入的这个 bus total 是否相等，如果相等的话，就返回这个 false， 表示没有新的 K 线产生；否则的话，就把它的这个值赋值给我们这个 bus total， 然后返回 true， 表示有新的 K 线产生。写完之后，我们在这个 onTicket 方法里面进行一个调用。这样的话，如果当前的价格并非这个开盘价的话，那么就会立刻结束当前这个 ticket 函数的执行，不再执行后续的代码，这样就可以确保后续的逻辑只会在新的价格柱上产生并执行。我们编译一下，然后报了一个错误，我们看一下啊 ，bus total， 我们这里也写的是这个 b total， 我们先改一下。然后这有一个警告，我们最好不要这样改，我们把这个还是 bus total， 然后这样的话就不会有警告和错误了。然后这一行代码主要是获取我们当前这个交易品种的价格的小数位数是多少，这个我们后面可能会用到，所以我们提前获取一下。然后是我们的 copy buffer 函数，它的主要目的是从我们的指标缓冲区中复制相应的数据到副组中去。我们这里是有这些 buffer， 那么就需要有多少次的这个 copy buffer 的调用。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统计我们目前已经开仓的这些买入订单和卖出订单，因为我们需要在真正的开仓逻辑之前进行相应的这个开仓数量的判断。那我们把这个 count open positions 的函数写一下。这个函数的主要目的就是用来统计开仓的买入和卖出订单的总数量。它接收3个参数，第一个我们的 magic number 表示的是我们 EA 的唯一编号，然后我们的 count by
这里是通过这个 and 符号表示这是一个引用传递的整形的一个变量，它主要就是用来存储买入订单的数量。然后 count sale 的话，同样也是一个引用类型的传递，然后它的目的就是存储卖出订单的数量。然后具体的实现过程呢，其实我们之前也演示过很多遍了，我这里再大体的讲解一下。首先呢是使用这个 positions total 函数获取当前持仓的一个总数，然后通过 for 循环，然后倒序的进行便利，也就是从最后一个持仓的订单开始，一直便利到第一个持仓的订单。再使用这个 position get ticket 获取当前持仓的这个 ticket， 如果小于0的话，代表获取失败，返回 false。然后使用这个 select by ticket 选中当前的持仓，同样的，如果选中失败的话，就返回 false。接着使用这个 position get integer 函数来获取当前持仓数量的这个 magic number 啊，它的魔术号，然后判断一下，如果是获取失败的话，同样是返回 false 啊，然后再判断一下它跟我们传入的这个 magic number 是不是相同，也就是当前持仓是不是我们想要的当前 EA 所管辖的订单。如果是的话，我们使用这个 position get integer 获取一下position type， 也就是当前持仓的一个类型。如果是 type by 的话，就是多单的话，我们把 count by 进行一个加一的操作。如果 sell 的话，我们把这个 count sell 进行一个加一的操作。最后的话，我们给它返回 true， 表示统计数量成功。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调用。然后我们再获取一下当前的 ask 价和 bid 价格，这些我们后面做开仓的时候都会用到。因为我们做多条件有一条是判断当前的价格要处在至少是2层的这个超级趋势指标的上方，也就是说，不管你这1、2、3这3条超级趋势指标是如何进行排序的，是1在2上面，还是2在1上面，还是3在1上面，这些都无所谓。我们需要的就是获取这3条超级趋势指标的一个中间值。然后判断当前价格是否处于这个中间值的上面，如果是的话，就代表的是它至少是在2层的这个超级趋势指标的上方，那么就可以进行我们这个就满足我们买入的其一的条件。那我们这里还是需要写一个函数。这个函数的主要目的就是获取3个数值，中间的那个中间值，它接收3个参数啊，也就是3个数值。因为只有3个数值，所以我们这里直接就使用 if 判断，就可以比较容易的找到这个中间值了。但是如果你是有更多的数值，比如说4个了、5个了，那就需要使用一些算法来查找中间值。因为你如果那个时候你再使用这种 if 条件判断的话，就显得很繁杂，就很麻烦。一种更通用的方法是，先把这些数值、这些参数放到一个数组中去。如果你用的这个语言啊有相应的这个函数的话，你可以使用这个类似于这种 array sort 函数，对于这个数组进行一个排序，然后使用arrow 类似的 arrowbit 的函数来查找这个中间值。如果没有的话，其实也可以使用我们常规的可能会用的这种冒泡排序来对数组进行排序，然后查找中间值。而我们这里的话，只是使用这个最简单的，也是大家最容易理解的这个 if 判断来获取中间值。首先的话，使用 if 语句来比较这3个参数的大小关系。它首先检查这个 value1 是否介于 value2 和 value3 之间，如果是的话，则返回这个 value1，否则的话，它就检查这个 value2 是否介于 value1 和 value3 之间，如果是的话，就返回这个 value2。如果上面2个条件都不满足的话，那么就证明这个 value3 是这个中间值，那么就返回这个 value3，是不是很好理解啊？我这里如果使用显得更专业一点，使用一些算法来进行查找的话，可能会大家感觉很专业，但是理解起来可能就会稍微麻烦一些。所以就是特定场合这个特定的这个分析。那我们回到 onTick 方法里面进行一个调用。我们这里编译一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好，代码没问题。
然后是检查我们的这个 Stochastic RSI 的交叉信号条件是否成立。Crossover 的话，就是先看我们的K 线是否在超卖水平之下，这个 OS 就是超卖水平的一个界限，然后再看前2根的 K 线是否处于低线之下，然后前1根的 K 线处于低线之上，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 K 线和低线的一个黄金交叉。然后下面这一行这个 Cross Under 的话，就是把所有的条件都反转过来，那么就形成了一个死亡交叉。这里呢，就是针对于这个买入卖出的一个条件判断。如果按照原始策略的逻辑，也就是没有这个反向信号进出场的话，我们这里以买入为例，我们判断的条件就是，首先就是当前没有持仓，然后当前价格处于2层的超级趋势指标的上方，然后当前的这个 Stochastic RSI 的 K 线是在超卖水平之下的，并且 K 线和低线形成了这个黄金交叉。当然还有是价格你要处于这个均线之上，如果这些条件都满足的话，就可以进行买入的操作。同样的，我们卖出的条件就是把所有的条件反转过来。首先还是要判断一下，当前是没有这个空单持仓的，然后当前价格处在至少2层超级趋势指标的中间值的下方，然后当前 Stochastic RSI 的 K 线是要在超买水平之上的，并且形成黄金交叉。最后还有就是当前价格要处在均线的下方，如果这些条件都满足的话，就可以进行卖出的操作。这些都是正向的啊。还有一个我们给它加的这个 reverse signal 的话，就是把所有的信号，也不是所有的信号，就是这个cross under 和 cross over 进行一个反转。其他条件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这里的做多的话是使用这个 cross under， 做空的话使用这个 cross over， 就是跟之前的这个条件反转过来。有了具体的这个多空的开仓信号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我们真正的这个开仓操作。这里的 close position 的话，它是我们讲出场的时候才会讲到的，才会用到的，所以我这里先把它删除掉。然后这个 set flag 方法，因为我使用到了我自己的一个函数库啊，所以有些方法是我之前函数库里面有的，我就直接使用这种方式调用了。不过我这里还是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函数的话，接收4个参数。首先就是你要创建的这些图表对象名称的一个前缀，然后 flag 的话，它是指示你要绘制的是一个买入箭头还是卖出箭头。如果你传入这个1的话，就代表是买入，然后0的话代表是卖出。也不是0吧，反正就是除去1之外，你传入-1或者2都代表卖出。然后 bar index 的话，就是K 线的柱形的一个下标，表示你要在哪一根 K 线上绘制这个箭头的这个标志。TF 的话就代表我们这个时间周期。然后我这里通常习惯来说，我会给它这个名字后面加一个mass render， 就是生成一个随机的后缀，确保每一个标志它的名称都是唯一的。然后就是常规的这个创建图表对象的一些代码。然后针对于这个箭头标志的这个价格的位置啊，我给它增加了一个0.001的一个偏移量。其余的就是非常常规的属性了，这个我们之前应该也是讲过很多次的。好，那我们回到这个 onTick 方法里面进行相应的一个调用。那么我们的做单信号都已经设置完成之后，就开始我们真正的开仓逻辑。具体的开仓的话，其实也比较简单，因为它使用的
现价的话就是我们这里的当前的价格，然后止盈的话使用的是固定的盈亏比，也就是你止损有多少距离，然后就使用相应系数的倍数作为止盈价位。然后稍微可能复杂一点的就是计算一下这个止损的价格，因为我们是要获取距离当前价格第二远的，如果是做多的话就是往下找嘛，往下找第二远的那根Super Trend 的指标所在的价位作为止损。然后有一种情况就是距离当前它下方的话它只有一个的话，那么我们就使用这一个超级趋势指标的价位作为止损价位。我这里把这两个方法都写一下吧，写一下的话大家跟着代码对着代码来看的话可能会更容易理解。这是针对于做多的情况，我们是往下找，然后针对于做空的情况，我们就需要往上找。好，我们来详细的看一下。首先，它是接收current price 和3个缓冲区的数值啊，接收这4个值作为参数，然后作用就是返回这个当前价格下方第2个缓冲区的数值。首先的话，将 current price buffer 1、2、3存入到一个宿主中去，然后使用这个 airsort 来对宿主进行排序确保这个宿主中的数值是按照这个升序的顺序来进行排序的。然后通过这个 airbitch 函数来查找这个 current price 的数值，它在这个宿主中的索引位置。然后得到这个索引位置之后，我们就可以使用它的 index 减2，也就是它的下方的第2个缓冲区的索引位置，我们就得到了。当然得了之后，我们需要做一个判断如果你得到的这个索引值是小于0的，那么就把它设置为0，也就是它下方是没有2个的，它下方只有一个超级趋势指标的值。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判断一下，确保它不会超过这个宿主的一个范围。最后的话，我们返回这个 arrow 宿主中索引为target index 的数值，就可以得到当前价格下方第2个缓冲区的数值了。代码层面其实还是挺简单的。这是针对于做多的，做空的话就是往上找，往上找的话就是给它加2然后最后进行一个判断一下它是否超出了当前宿主的一个最大的索引值。对，这就是获取第2远的超级趋势指标作为止盈的止损的一个方法。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真正的这个开单操作。具体的开单逻辑，其实我们之前也已经演示过很多次了，无非就是准备3个价格：进场价、止损价、目标价。然后我这里是直接调用了我自己写的一个自用的一个封装的函数来进行相应的这个开仓。时间关系的话，我这里就不再具体演示这个方法里面的细节了，因为它真的很长，这个视频已经太长了。大家的话，我相当于是一个作业吧，大家自己去把这个方法去实现一下。其实就跟这里一样的，就是一个开仓的，还有之前的计算手数的计算仓位的一个逻辑，这些我们之前都是说过很多遍了，就当一个作业，大家自己练习一下吧。好，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们下一章的话会把所有的出场逻辑再完善一下，这样的话这个 EA 就已经写完了。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还请帮我点赞、评论，或者加个关注。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